我前男友出家了，分手1年。我原以为他会顺利出道，结果没想到他先出家了。人生剧本，嫁娶升迁，不要998，不要198，只要98。我用小号加了他的联系方式，转过去98元。你有情节呀，不过你这个结可解，大师，小女的幸福就靠你了。我笑得在片场的折叠椅上扭成了麻花，却被代拍拍到了聊天内容。第二天，标签沈清瑜迷信的词条登上了热搜第1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邢洛出家了，闺蜜把这事告诉我的时候，我一度怀疑是我连拍3天大夜把脑子熬坏掉了。她也该出道了吧？分手之前她就准备进组了。姐，你听没听我说话？我说邢洛出家了，出家当道士了。江小舟怕我听不清，特意把句尾的几个字加重，口齿清晰，感情丰沛地讲了出来。出家了，我猛地从化妆凳坐起来。我的化妆师姐姐也明显吓了一跳，我对着化妆师摆了摆手，她受什么刺激了？怎么就出家了？江小舟傻傻笑了2声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们沈大美女还真是厉害，让人家直接断了红尘。我看她还在帮人算命呢，你要不去逗逗她？我表面上说是对邢洛的事情不感兴趣，但还是管江小舟要了他的联系方式。在片场等戏的空余，我用小号加上了邢洛的联系方式，对方回话很快。人生剧本，嫁娶升迁，不要998，不要198，只要98。我果断转过去98元。大师，还请您帮我看看我的桃花。为了不让他认出来是我特意给他发了假的生辰八字。姑娘看来是有情结呀，此结若是不解，姑娘可是很难幸福的。我蜷在折叠椅上笑得快喘不过气来。经纪人拍了拍我，又指了指四周，你注意点形象，这附近都是代拍。我比了个 OK， 继续听邢洛胡扯。不过你这个结可解，大师，小女的幸福就靠你了。我习惯性地发了一个小猫的表情包，意识到不对之后，又立马撤回了。他应该没发现吧？那只小猫是我和邢洛一起养的，名字叫奥斯卡。道长有时间可以来清风关一趟。我当面为道长破解，我把聊天记录截图发给江小溪，哈字打了满屏。正如经纪人所说，附近确实全都是代拍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打开手机，就看见自己的名字挂在热搜榜上，标签沈清瑜，迷信爆。我不禁感叹，他们拍的真的是太清楚了，一边懊悔自己为什么不贴防窥膜。影后原来也迷信啊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沈姐有情节，哪个男的配做我沈姐的结呀？这个倒是看着不太靠谱。姐，我帮你介绍一个，沈姐的钱好好骗，哈哈哈哈！我简单翻了翻广场，网友嘲笑居多，剩下的就是给我介绍靠谱道士的。道长什么时候有时间呢？邢洛发了一条消息过来，明天吧，今天还要上班。邢洛该不会认出我来了吧？好，我看了一眼时间，飞速从床上爬起来，距离我化妆上工的时间还有不到10分钟。化妆的时候，副导演走过来跟我说，青瑜呀，今天和你搭戏的男演员是个新人，拍了2部戏，但是都还没播，你到时候照顾着点，引导点他。放心吧哥，我微笑着点了点头。好巧不巧，这位新人男演员就是邢洛，我们俩的第1场戏就是吻戏。青瑜你自然一点，邢洛再放开一点，我们再来一条啊。这条吻戏足足拍了几10条，拍到导演都没了耐心。
我们调整一下再来，争取接下来一遍过。邢洛拿了剧本过来看，又不是没亲过，害羞什么？他小声嘟囔着，却被我听到了。来，继续。我看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就绪，一把将邢洛薅过来，吻上去，动作一气呵成，行云流水。咔，这便过了。你俩过来看看。我和邢洛凑在监视器面前，邢洛比我高了一头，他吻的时候，一只手搭在我腰上，从镜头里看，我小小一只，被他捐进怀里。你俩还挺有 CP 感的。导演嗦了一口保温杯里的水，嘿嘿笑了2声，还是导演导得好。我礼貌性地回了一句，抬头看见了经纪人发黑的脸。我和邢洛开始就不被他看好，当时我刚有些名声，却一见钟情，爱上了当时还在电影学院读研的邢洛，非要和他在一起，甚至不惜推掉大制作的电影，只为了陪邢洛过一个生日。现在想想，当年还是挺傻的，但就算他不同意，我们俩也还是谈了3年恋爱。3年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算短。最后是因为他要签约出道，公司要求他短时间内不可以恋爱，他便提出了分手。小邢啊，你这刚进这行就能和咱们最年轻的影后一起搭戏，真是挺幸运的。你这不得请你沈姐吃饭，没事多来往来往，好好学习一下。我听明白了导演的话，他是想让我和邢洛炒 CP。邢洛点头答应着，又把和导演的话题转向了下一场戏。我看了一眼他的通告单，明天我们俩都没戏，看来可以道观里见了。沈姐明天什么安排？邢洛不知道什么时候移到了我的旁边。你要干什么？导演说了，要我跟你多学习学习。我明天有约了，我想着明天见面一定要扛8台相机，全方位多角度地记录下他骗局被我戳破的瞬间。想想我就笑得不行了。你笑什么呀？邢洛用食指戳了戳我的肩膀。没事，想到了个笑话，给我听听呢。下次见面给你讲。我傻笑了2下。我和邢洛约好了下午2点见面，为我破解。你到底是什么心理？我怎么有点看不明白呢？江小溪瘫在我家沙发上，挖了一勺冰淇淋塞进嘴里。我也不知道，看笑话或者是好奇。我把面膜贴在脸上，躺在了江小溪腿上。你就是想见他。你前一段时间喝多了，还抱着我骂他无情呢。你也说了我是在骂他，我还不了解你。你就是放不下他。你说你也放不下他，他也放不下你。你俩复合得了，谁放不下我？我从沙发上坐起来，我猜的，嘿嘿，我才不复合呢，给自己找罪受。单身多好啊，想跟谁好跟谁好。邢洛好像真出家了，我看见他穿着道士的衣服，站在清风关门口，风一吹，还真有点那个意思。我举起手机，一步一步靠近他，我期盼着能见到他惊讶的表情。你来了。他闲庭信步地向我走过来。谁来了？道长不认识我了吗？你知道是我。邢洛点点头，只是我想见你而已，所以和江小溪想了个办法。他真的挺了解你的，昨天不是见了吗？我默默收起手机，本来那个角色不是我，原本演这个角色的演员正和公司闹解约呢。昨天开拍，前天晚上才安排我去，就我这个咖位，怎么可能和你出现在一部戏里呢？邢洛演得楚楚可怜，再配上他那张帅脸，我那一刻真的很想联系我认识的导演制片，狠狠地给他塞资源。那你也不能骗人啊！你说你当道士，我还以为你真会呢。真会。邢洛说完，右手握拳，左手盖在右手上，对着我行了个拱手礼。你真出家了？我下部戏演道士，提前来学习学习，不算出家。他做了一个手势，
邀请我进道观。我心想，来都来了，不如上个香，祈求事业一帆风顺，家人健康平安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谈个甜甜的恋爱也挺好的。香灰不知道怎么飞到了邢洛的鞋上，给他的布鞋烫了个小窟窿，慌忙间又烫到了我的手。这是暗示着我和他会有甜甜的恋爱，还是什么别的？从道观出来后，我背着邢洛偷偷在百度上搜香灰烫手的寓意，结果说什么的都有。我给你买了药膏，回去记得涂。我光顾着低头看手机，甚至不知道邢洛是什么时候进了药店买了药膏。谢谢你的鞋，我再买一双就行。我请你吃饭吧。邢洛挠了挠后脑勺，他眼睛亮亮的，就像我在电影学院拍戏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一样。可这次邢洛约我，好像只是在利用我。出道多年，我对镜头很敏感，路上、饭店里，我都清楚地感受到了镜头的存在。邢洛还在不停地给我盘子里夹菜，还非要凑到我身边给我看他手机里保存的小猫视频。我偷偷给经纪人发了条消息，说明了我现在的处境。你就知道给我惹麻烦，交给我吧。邢洛，我有些不舒服，我先回去了。我收起手机，强扯出一丝笑意。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院？邢洛伸手想要碰我的额头，被我躲过去了。我看见邢洛微笑的嘴角抽搐了2下，他跟着我出了饭店门，又在下楼梯的时候伸手扶了一下我。如果我没有发现镜头的话，我是不是会觉得他很细心，然后疯了一样的再一次爱上他，给他分享属于我的资源，和他捆绑 CP， 一起上恋综，最后把自己的标签从影后沈清瑜变成邢洛女朋友。我抬头望向这个我曾经真心爱过的男人，我记得他的每一点好，记得他陪我在出租屋里度过的最难熬的日子，记得他每一次发自内心的鼓励和赞美。可邢洛，你又让我失望了。我原本想要大醉一场，用酒精麻痹神经，会不会就不会那么难受？可是第2天还有很重要的戏要拍，我的职业素养不允许我这样做。我坐在大落地窗前，抱着奥斯卡。我和邢洛还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其实会更喜欢邢洛，因为邢洛会给他喂零食，而我却每天担心他太胖了而不给他零食吃。其实我和你一样，是会被小恩小惠蒙蔽双眼的。奥斯卡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晃了一下尾巴，继续窝在我怀里睡觉。而我开始研究我自己的生辰八字，我好像确实有情节。第2天没有邢洛的戏份，拍摄也很顺利。经纪人凑到我的面前，昨天的事搞定的差不多了，还算你机灵。姐，我感觉你没看错人，干这一行的也都能理解。我现在这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听哪个？你一起说吧。好消息是谢导的新电影女主定了是你，这几天合同就下来了。坏消息是这边的宣传希望你和邢洛炒一炒 CP， 我可以拒绝吗？我用祈求的眼神看着经纪人，不行，这是出品方的意思。昨天的照片已经被他们买下来了，估计会在合适的时候放出来。我简单查了一下，邢洛是出品方那边的人，大女主的戏炒什么 CP？ 我嘟囔着，被经纪人捂住了嘴。我身后没有背景，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公司，我的很多资源是靠经纪人明姐一口一口酒喝来的。还好我运气还不错，闯出了些名声，甚至还拿了个影后的奖。但是没有背景依旧是我的一个知名的弱点。我经历过辛苦争来的角色转投给了大老板新签的小花，经历过领奖前礼服出问题，经历过黑稿满天飞。因为没有背景，对于工作安排
我只能接受。姐，再赚几年钱，我就退圈好不好？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这个想法。傻姑娘，钱是赚不够的，你退圈了我怎么办？我还要养家，还要养孩子。明姐拉过我的手，她手还是那样温温热热的。明姐脸上生出了些许皱纹。我刚认识她的时候，她很年轻，很单纯。她说她要把最好的资源都给我，她做到了。对不起，我在对不起什么？对不起我这句不负责任的话，还是对不起在出租屋里一遍遍练台词的自己。邢洛搬到了我家对门，说是公司给他安排的。我警告你啊，不许对我们家青雨图谋不轨。江小溪掐着腰站在我家门口，对着往家里搬东西的邢洛喊。那天晚上，我跟江小溪说了那件事后，他整整骂了邢洛半个晚上，另外半个晚上用来忏悔，说不应该答应邢洛帮他。行啦，别在这丢人显眼了。我拉着江小溪的胳膊，把他拽进了屋子里。青雨，你以后可别轻易开门，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，不要相信男人。把江小溪打发走后，我照例翻开剧本，开始背台词。门被敲响了，透过猫眼，我看到了邢洛的脸。他穿了件深蓝色的睡衣，最上面2颗扣子开着，露出性感的锁骨和胸肌中缝，像是刚洗过澡，头发半干。我打开门，对上他发红的眼。你怎么了？我下意识地关心他。我想跟你解释一下，你哭过了。他抽了2下鼻子，眼泪一下子从眼角滑落下来。邢洛，我也是学表演的，这招对我没用。他抹干眼泪，那我能进去说吗？我忍不住笑了。好一个易读乱回，说吧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没给邢洛坐下的机会，他就那样站在客厅中间，像个犯错误的小孩。我不是特意利用你的，公司安排的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快30岁了，我着急了。那我呢？我就理所当然应该为你做嫁衣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就应该什么时候都依着你？你不吃辣，我陪你一起。你喜欢看篮球比赛，我也去看。我就应该在耽误你事业的时候离开，在你需要我的时候又赶紧回来。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对不起，青鱼，你说我怎么做才能弥补你？你说真的，我真的有情节吗？我把腿盘在沙发上，邢洛点点头。我找了师傅看了你的八字，想办法帮我把情节度了。你的情节是我，你可别胡说八道，我可不想和你再有什么情感纠葛了。我忙摆摆手，我找师傅看过了，度过情节，我们是会有好结果的。我不信这个，你信？邢洛坚定地说出2个字：震耳欲聋。我调整了一下坐姿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慌乱。说实话，我这个人的感情经验真的不多，所以你是在求复合。我尽全力地理解邢洛话里的意思，我不是为了上位，我是真的想你了。那你之前干什么去了？现在公司不管你谈恋爱了，我没签那个公司，不然也不会现在还没有播出的作品。他语气有点小委屈，眼巴巴地看着我。奥斯卡从我们俩中间走过，他舔了舔邢洛的脚踝，我才看见他左脚踝上带了条红绳，是我当时买给他的，说是可以辟邪保平安。坐吧。邢洛在我身旁坐下，捞起奥斯卡。奥斯卡没骨气地在他怀里撒欢。复合可以，但是我对外不会给你任何名分，也不会给你任何资源，不许反悔。邢洛亲了一下我的侧脸，开心地举着奥斯卡。爸爸回来撸，他真的只是想和我复合，可能他想放长线，钓大鱼。邢洛转头去和别的女演员炒 CP 去了，对方是话题度很高的初恋感小白花岳薇。邢洛的第1部剧稿宣传，我理解，本不应该管的，可是那姑娘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。
我和行洛吃午饭的时候，他发自己吃香喝辣的照片，说想念在一起吃盒饭的日子了。我俩拍戏的时候，他发消息抱怨新搭档的男主总是记不住台词，没有行洛演技好。半夜我摸着行洛的8块腹肌睡觉的时候，他给行洛发消息说酒店好冷。我和行洛喝着酒追忆似水年华的时候，他开始发拍戏时候的合照，说想念当初一起奋斗的日子了。我抱着行洛的手机，笑得合不拢嘴，我都有点磕你俩了。等宣传期过了，我好好跟他说。你怎么说呀？我用手撑着下巴，行洛抿了抿嘴。我说我有喜欢的人了。那你追到了吗？行洛牵起我的手。我犯了一个错误，把他弄丢了，然后又犯了一个错误，他还没原谅我。我要先弥补了错误，再来追他。那如果没有结果呢？那就是我还不够好，他值得更好的。我挣脱开他的手，自顾自地走回卧室。这几年，我开始对亲密关系感到害怕。爬到这个位置之后，好像所有的人都是带着目的接近我，可我却在这个时代奢求最纯洁的爱。一觉起来，我发现自己被小三了，电话被经纪人打爆，文娱热搜前10里面7条都是我。我的劫来了，对方是现役爱豆江淮。爆料人扒了我和江淮穿过的同款、同样的行程、同一个酒店的照片，甚至还有所谓的同框照。我真是冤枉！参加个好朋友的生日聚会，怎么这么多事？同款衣服是巧合，同样的行程和酒店是因为都是朋友订的，同框照也是错位的。本来是澄清一下就能解决的事，偏偏江淮的女朋友出来爆料，说江淮晚上总是看我照片，还和我半夜聊天，并附了一张截图。姐姐，你真的好漂亮啊！我真的好喜欢你。紧接着发了一张自己比心的表情包，他只截了这2句。我忙在脑子里回忆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江淮是我的粉丝，所以才会那么说。而当时我正和他面对面坐着，就也没有回他这2句。在之后就是他不知道跑到哪里，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找他，有种百口莫辩的感觉。就是这样的姐，我俩真是不太熟。我把情况告诉给了明姐，以后你可以给自己履历上写上烂摊子收拾专家。明姐笑了笑，大小姐你啊，我发个微博澄清一下吧，假的事也说不成真的。我把刚才编辑好的文案发给明姐，你看一下。你要公开你和行洛，我只是说我在恋爱，没说和谁，别的没问题。这句删了，剧宣之后再说。我将微博发了出来，给行洛打了个电话，他没接。晚上，行洛带着一身香火味回来了，2只手拿满了夜市的小吃。刚出到那阵，我视戏屡屡碰壁，在出租屋里蒙头大哭，行洛就会下楼买上些小吃。当时我们俩都没什么钱，只能买那样1、2种。行洛扎了个山楂球塞进我嘴里。我还记得有一天你尸体都演不上，难受的连吃了3串烤鱿鱼。吃着吃着，出租屋停电了，咱们俩笑了好久。现在想想还挺美好的。行洛，有没有可能我在哭啊？我手上的动作顿了顿，我抬头看着他，看着他闪躲的眼神，看着他僵直的嘴角。我装作若无其事，打了个哈哈就过去了。晚上我披着半干的头发走进卧室，行洛半躺在床上摆弄着手机，嘴角挂着笑。他听见我的脚步声，关上手机，把头发吹干再睡。他搂着我的肩膀走回浴室，拿起吹风机，指尖在我发丝之间穿梭。但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，我男朋友好像有女朋友了。我透过镜子看着行洛的脸，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。行洛，我换了他的名字，
他在我耳边了一声，关掉了吹风机。情节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是不是怀疑我不爱你？是不是觉得和我谈恋爱没有任何好处？是不是很痛苦？他顺手拿了扫把，把地面上散落的头发打扫进垃圾桶里。这不是事实吗？我转过头盯着邢洛，我的手机密码是你的生日，你可以随时打开看。我今天拍了采访，说了我和岳薇只是普通朋友。我低下眼，食指卷着还留有余温的发丝。我只是觉得咱们俩谈恋爱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那你和江淮呢？他左手握成了拳头。你不相信我吗？你不是也不相信我吗？他眼角有东西在闪。我没有回话。邢洛走了，什么都没拿，连我也没有。我去外地拍了1周节目，这1周里，我和邢洛没再联系。其实是我把他全平台拉黑，又知道他要禁足，要被关进大山里。我和邢洛就这么断了。我无缝进了新组，我跟明姐立誓，除了巨轩，以后再也不会和邢洛沾上半点关系。我庆幸和邢洛的戏份在我们热恋的时候顺利拍完了。你真不喜欢了？明姐问。喜欢，但是一旦喜欢夹杂了利益关系，对我来说就不纯粹了。我就活一次，要爱我就爱得纯粹。明姐笑了一声，还是小孩思维。明姐，你帮我多安排些工作吧，还是这些更重要。确实工作忙起来之后，就没什么时间想那些七七八八了。邢洛那天说的采访播了，他在采访里和我表白，说我是他的理想型。我本来只是好奇，想点进去看看，结果手滑点赞了，还用的大号，哈哈，这种傻事终于也被我遇见了。我和邢洛的恋情也顺便被爆了出来，饭店的亲密举动，出入同一个单元楼，在狗仔和营销号的捕风捉影下，我们俩的恋情被渲染得格外美好。这对除了咖位差的有点大之外，好像还挺配的。颜值即正义，这对我先磕了。有谁还记得沈清瑜前段时间去算命了吗？是不是算的这个呀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那这对不能磕，有情节，是孽缘啊！我看着网友的讨论越来越热烈，我知道邢洛将会是我这辈子摆脱不掉的案底。是孽缘吗？是摆脱不掉的孽缘吗？我没回应这件事，邢洛也没有。我只是让明姐压热搜，别占用太多公共资源，感官不好。邢洛跑到了我的剧组来找我。那天天气很冷，他只穿了一件单薄的外套，鼻子冻得通红。我开门的那一刹那，他把我抱在怀里。你怎么身上有股草味？在山里被烟入味了。我拍了拍他的后背，又在他头上揉了揉，像是揉奥斯卡一样。你不生气了？他推开我，一脸惊讶地看着我。对不起啊，我不该不理你的，原谅你了。邢洛转到门后，拿出了一大捧玫瑰，还有几箱我喜欢吃的水果零食。你喂猪啊？邢洛一边往我房间里搬东西，一边说，我知道你什么都不缺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算是对你好，但是我觉得对一个人好，就是想把他喂胖。那你还是别对我好了。我靠身材吃饭。我倚在门框上，上下打量着邢洛。几天不见，他的肌肉线条又性感了。我脑子里想着怎么样能把他吃干抹净，甚至连从哪下口都想好了。我先走了哦，你记得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。就这么走了，不留下来陪陪我吗？我伸手拉住他的胳膊，我就是过来看看你，明天还要拍戏。乖哈，你怎么比我还忙啊？我来回摇晃着他的袖子，希望能激起邢洛的同情心。我要努力，我想配得上你，我想名正言顺站在你身边。那个晚上，这2句话始终在我脑子里飘。邢洛，我怎么就是摆脱不了你呀？
我总在一个人的时候想起邢洛的缺点，想我们缥缈的未来，却又总是在见到邢洛的时候全都抛在脑后。我是恋爱脑，清醒的恋爱脑，痛苦。邢洛确实很努力，但是努力也不一定会有好结果。2部剧播出之后，还是没掀起什么太大的水花。要不我改行吧？邢洛围着围裙，在灶台面前大展身手。那你去干什么？回家啃老吗？我将他洗净切块的水果放进嘴里。你养我呗，你有点没皮没脸了哦。那我只能回家继承家产了。我才知道，原来邢洛家就是资本。邢洛，我真觉得咱俩没什么必要谈下去了。我坐在饭桌前，看邢洛将色香味俱全的菜放到我面前。这么大的事你都瞒着我，我还以为你签的世纪影视，结果世纪影视是你家的。你到底还有什么瞒着我的？邢洛被我说得还不了嘴，幽怨的嘟囔：你不是说你最讨厌关系户和富二代吗？我想了半天，也没想起来是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。当时你在我们学校做群演，本来你还有台词，结果那个角色又分给别人了，你只能当个群众。当时你靠在树下和江小溪打电话的时候说的，我们那时候认识吗？我很惊讶。我对邢洛一见钟情是在这之后，在我有了正式角色的时候。我还瞒了你一件事，我暗恋你很多年了。我没想过电视剧里的情节在我这发生了。我不会真的拿的是女主剧本吧？我考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就是因为你。我当时去看了你演的话剧，你演得特别好。我本来想直接要你的联系方式，但是又怕你觉得我的靠近太有目的性。沈清瑜，我的梦想变过，身份变过，只是爱你这件事我没变过。我知道之前的我做的有很多不好的地方，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不记得他是怎么吻上我的，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睡着的，只知道我们那晚都竭尽全力了，竭尽全力的让我们的未来更紧密些。邢洛退圈了，把他能接触到的对我好的资源都交给了我。既然不能和你站在同一个领域并肩作战，那就把你培养成别人永远打不倒的勇士。又1年颁奖礼，今年的我主攻电视剧，也顺利提名了最佳女演员，只不过最后没有拿到这个奖。人生总有遗憾，继续努力。岳薇因为和邢洛的那部剧拿了个最佳新人奖。颁奖礼结束后，岳薇小心翼翼地移到我旁边，姐，我能和你拍张照吗？我笑着点点头，主动挽起了她的手。你很棒，继续加油。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场景。这个世界是百花齐放的，灯光绚烂，人声鼎沸。我感受到这个圈子越来越好。邢洛也在观里洗礼，只不过他和其他大老板坐在一起。我款款走到他身边，他大方搂过我的腰，和商业伙伴介绍我。最佳女主角没给你，你会不会不甘心？邢洛问我。那你别人谈起你，可能只能想起你是沈清瑜男朋友，你会不会不甘心？他牵起我的手，能做你背后的男人，我甘之如饴。对呀，能做被其他优秀女演员拍在沙滩上的女人，我也甘之如饴。邢洛的事业走上了正轨，我也想着给他一个名分。别着急，我还有件事没做。邢洛带着我去了清风观，带我见了他师傅。他师傅为我们做了一场法事，为我们驱赶霉运，祈求万事顺遂，幸福平安。我再到关门口拍了一张牵手照，配文98元情缘。我回家翻出了之前和邢洛的同款红绳，戴在右脚脚踝上。我相信这个，也因为想和邢洛在一起的久一点，会想尽一切办法，但最后我和邢洛还是分开了。
没在一起太久，甚至没能挺到我们一起拍的那部剧播。我提出的，他欣然答应了，没有第三者插足，没有家人阻拦，甚至没有争吵。第一次分手，他没问我原因；第二次分手，他也没有。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合适，不同的家庭背景、工作环境、人生履历都大不相同，我们看问题的方式完全不同，甚至就连共同话题最后都找不到一点。你说你一天天在这折腾什么呢？分分合合，还弄得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了。那你早知道不合适，怎么还非要在一起？江小希在我的感情上比我自己还上心。你没试过，你怎么知道不合适？你不是试过吗？有必要试2次吗？我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。之前以为只是年龄的问题，现在我死心了。你也别太难过。江小希皱了皱眉，用小时候妈妈看我生病受伤才会出现的眼神看着我。我咧嘴一笑，我真不难受，这很正常。你不正常。江小希摇摇头。邢洛没过多久就结婚了，对方是门当户对的富家小姐。婚礼我没去，但是我给她那条微博点了个赞，也算是对过往的这段经历画了一个句号。你最近怎么样？邢洛发来一条私信，挺好的，我把我们俩那部戏买下来了，不会播出了，我怕我老婆看了不舒服，我会想办法补偿你的。不用了，你们俩幸福就好。我没告诉他，我准备去印尼国进修，准备离奥斯卡更近一点。临走之前，我又去了一趟清风观，这一次我是来求事业的，心中无男人，做事自然神。但是没想到我在道观心动了，他不是道观的道士，也不像是游客，倒像是小说里穿越过来的男主角。是他先认出我来的。沈清瑜，签名不行，可以合照，但是不能往外发。他笑了一声，我叫林周，是个导演，你前男友给我拍过戏，演了个道士，确实是有这么个人，只是他比我想象的要年轻不少。我主动伸出了手，你好，林导，加个微信吧，有机会合作。很巧的是，我和林周都要去印尼国进修，在异国他乡，我们是彼此最值得信任的亲人。我和林周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吗？我问林周这个问题，我也不知道答案。但是如果你问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吗？我的答案是我想。林周的手握得更紧了些。谢导的电影首映礼那天，林周陪我回了国，陪着我跑了一整个宣传期。我俩在庆功宴碰见了邢洛，他现在生意场上得意，好像也有了孩子。他看见我，和我打了个招呼，我也回了一个，你们俩关系还挺好的哈。林周在我耳边阴阳怪气的，我推开他凑近的脸，成年人分手也要分得体面，那我们结婚吧。我不想要这个体面的机会。林周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枚戒指，悄悄和我求婚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